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读评论。对此，我深表歉意。独特的生命轨迹一定要理性种草，无形的枷锁当属于自己的一个亿。还有这事儿？电动车进电梯多危险！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向我的邻居、所有的粉丝还有网友道歉。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第37条，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鼓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的场所。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应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应当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在高层建筑中，在电梯间停放电动自行车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消防安全隐患。我在2024年10月份之前发布的部分 vlog 视频当中，存在着我将电动自行车带入到电梯及住宅内的行为。此类镜头客观上造成了错误的示范，可能误导观众，形成不良的安全认知，更是对社区的消防安全管理造成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对此，我深表歉意。去年10月起，我已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杜绝电动自行车带入住宅楼等行为。同时，我也会删除掉我所有平台账号中有关电动自行车进入住宅楼、进入电梯等视频，确保不影响到更多的网友。从今往后，我也会不断的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我也会向身边的人积极传播电动车的正确停放和充电知识，去承担一个公民应尽的消防安全责任。在此，我也希望各位粉丝和网友继续对我进行监督和指正。我将以此事件为警示，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让我们共同维护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文明的社区环境。什么时候回应一下小狗汤圆的事呀？先是踩断了小狗的腿，后面不牵绳出了车祸，还发网上博同情，被骂了之后直接重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小狗，无缝衔接，哈哈哈！狗狗跟了你是真惨。我在2024年的2月份拥有了我生当中第一只小狗，然后我也很庆幸和它相遇。它总能够在我很难过、很伤心，或者是我很烦躁的时候来治愈我，然后跟我一起玩，然后我也会在 vlog 当中去记录很多我陪它打疫苗，然后陪它去剪毛、去洗澡的镜头。它真的算是就是陪伴我度过了很多我高中比较难熬的日子。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在去年12月份，由于我家人的疏忽，然后导致他被车撞到，然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就是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家里面本来有一个小狗的声音，有一个很活泼的角落是为它而留，结果就突然就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当时我们去叠它的衣服，去清理它的狗窝，然后就是整个人都有点就是很难以接受。然后后来呢，我就决定再领养一只小狗，并且我们会非常的坚信它一定可以安全、可以快乐的长大。网友说这只小狗是上一只小狗的替代品，我本人是非常不赞同这样的说法的。没有哪一只小狗可以去替代那只已经离开的小狗，也没有哪一只小狗可以替代现在这一只陪伴我的小狗。每一只小狗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而这位网友把新生命视为替代品，我认为本质上就是对生命价值的误判。每一只狗狗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而不是可以被量化的情感货币。要学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对于我推荐的产品，首先一定会经过我个人的使用，然后我还会再经过我身边至少一个人，比如说我的朋友或者是我家人的使用。然后当我们确保这个产品没有明显的使用风险之后，才会在市场上给大家推荐。但是其实没有哪一个产品是可以确保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比如说护肤品，就是每一个人他不同的肤质对于同一产品的反应差异其实是很大的，然后每一个人对不同的过敏源的反应也不同。哪怕是那些销量很高然后价格很贵的大牌产品，也依然会存在部分消费者使用之后会过敏的现象。因此我想要提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大家以后看我的视频，如果对于我推荐的产品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跳过这部分。如果有那么一点点兴趣的话，可以先去购买相关的小样，然后去确保自己使用之后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然后觉得用起来还不错再去购买正装。希望各位一定要理性种草，然后以后呢我也会更加谨慎的去使用产品，去推荐产品，然后多分享一些真正好用的，然后适用性更广的自用好物。表哥，近期很多网友在我的评论区或者单独发帖子去讨论我和某男同学的关系。坦白讲，其实我非常抵触大家去讨论我的私人关系，这已经对我这位男同学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我和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同学，或者是未来男朋友、我的丈夫，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个宝宝，这些都属于我个人的私人领域，就像大家日久当中的秘密文字，只要我没有公之于众，他们就不应该成为公共话题讨论对象。在这里我要郑重的强调，在今天和未来我都不会去回应和我私人关系有关的任何问题。即便有一天可能我新交了一个朋友，然后我有段新的恋爱，然后可能我结婚了，也有可能我有一个孩子，就是这些所有的问题我都不会做出任何的公示和回应，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去过多讨论我的私人关系。
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既要警惕窥私欲的放大效应，也应该学会建立一个健康的讨论边界。每个人可以去思考，当我们热衷于解构他人的情感结构时，是否早在无形中已经消磨了我们青春的纯粹性？那些看似善意的揣测，可能正在建构无形的枷锁。赚了钱就忘本，写早日赚够1000万，真当自己受人追捧啊！真替那些他同班同学感到尴尬。其实作为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青年来讲，我觉得我自己的梦想没有问题，然后我也真的很希望我能够在法律范围之内，然后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些财富，从而改变我和我家人的生活水平。我认为想赚钱，它是很多人就是最朴素、最真实的梦想之一。然后它也是很多人就是去考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的目的之一。但是写下想赚1000万，它并不代表我是一个贪财的人，是一个将金钱和物欲凌驾在道德法律之上的人，是一个轻视高考和知识的人。如果能再给我一次可以去重新书写自己愿望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再去写想赚1000万，我会写想赚1个亿。在这里，我也祝愿每一位粉丝和网友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赚到属于自己的1个亿。人设和现实差异较大，曾搞小团体，孤立同学，老师是他亲戚。再来一个，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和我的同学，然后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然后被那个人发现了。心想本来房子都便宜，但他换的房子够大，他一个人的房间我感觉都得有30、40平，新换的房子得有200多平。真的吗？还有这事儿？拍完这个视频，我立马去问我妈到底有没有背着我换新房子。有这好事竟然不跟我说。然后还有吧，我吃的也特别的起劲儿，大概就是有一个网友，他说我高一在网课班的时候，就是说别人坏话呀，然后当然就是说脏字啊什么的，就是种种恶劣现象。然后他那个时间线特别的清晰，就是几点几分我干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什么行为、什么动作。我当看完之后，就整个人都是懵的，差一点我都信了。综上。最近的评论区还有一些帖子真的出现了非常多关于我的谣言，本来是不想回应这些谣言的，毕竟谣言止于智者。而且我发现造谣的成本真的很低很低，只要 IP 是河南或者自称是我的同学，他可能不需要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证据，或者只需要附上一张打了马赛克的学生证就可以张口就来。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更没有义务去澄清这些谣言。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说我每天都要去一一回应这些谣言的话，那我的生活一定变得一团糟。而且我相信网友还有粉丝眼睛都是雪亮的，具有最基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就是可以辨别出什么是有效的证据，什么是抹黑造谣的幌子。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别人对我的百般注解构不成1/10的我，却是1、2个月他自己。这些谣言它其实对于我的生活，然后我的情绪，还有我的账号，它其实造不成1/10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互联网公民，我真的做不到对这些保持沉默。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一个网民都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去维护一个更加干净的网络空间。所以接下来呢，我也会请到专业律师团队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制造和传播谣言的网友进行强有力的回击。在这里希望大家可以谨慎发言，确保自己发布的评论还有帖子均是基于事实的内容，不要做谣言的帮凶哦。最近视频质量真的下降了好多，不如之前的有意思，数据也能明显的看出。首先真的很感谢粉丝和网友能够向我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高考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在高考之前我的视频内容大部分就是校园 vlog， 然后现在突然高考完了，有一个这么长的假期，反而会有一点点的迷茫，就是我会咋说吧，就是剪那种校园 vlog 剪多了，一些叙事思路呀，包括一些就是用什么样的特效，然后怎么样去剪辑，怎么样去穿插，我已经非常的熟练了，就导致我突然有这么多时间去制作更加新颖的题材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就比如说旅游 vlog， 我不知道怎么去剪，然后加上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旅游的人，就是我不爱做规划，所以这个就确实是我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剪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剪什么。作为日常生活的 vlog 博主，在高考前后，我的这个视频内容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现在其实就是已经能从这期视频感觉到一些改变了。那现在高考之后，我其实能够支配的时间变得很多很多，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然后去通过丰富我的生活来激发我的一些创作灵感吧。像我现在就是又开始去学跳舞了，然后哇，那个 Like Jenny 跳真的有点丑，就很抱歉大家带来不好的观感。然后我还开始学拳击了。
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旅游，去了之前很多收藏夹里面吃回的小店，去一些探店。就是我真的很希望我的 vlog 里面会出现越来越多就是有价值、有意义，而且还好玩的这种生活向的内容。然后现在呢，我也去学习了很多更加优秀的 vlog 博主他们的一些就是叙事思路啊，他们的剪辑技巧之类的。然后还报很多那种剪辑的课程，因为我觉得我的视频不能够再简单的那种拼接了，一定要加一点就是有点技巧、有点专业性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个学习的能力确实是有限的，可能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去呈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会慢慢的去摸索，慢慢的去融入一些更加有质感的东西。之前更新的速度这么慢，明明说好暑假多更的，结果我只能说兑现不了就不要承诺，而且还有这么多喜欢的粉丝。坦白讲，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个更新频率已经比我高3的时候要快那么一点点了。然后今天事情也比较多，像天猫志愿，然后还去花了很多时间去报了一些班，去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东西，然后还去毕业旅行啊之类的，就是已经尽我所能的用一些空闲时间去拍视频和剪视频了。然后最近我有在思考，就是自媒体创作和这个认真生活之间的一些关系。我原本以为只要我认真生活了，那么我的这个拍视频呀、剪视频呀，就是速度就会变慢，从而导致我的这个 vlog 更新频率变低。但现在我觉得我那样想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创作里面，然后从而去挤占了很多我认真生活的时间的话，它其实会就是让我缺失很多去激发我的灵感，然后去发现一些生活美的瞬间。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相信我真的有在全力以赴的剪视频，有尽可能的去提高我的剪辑速度和我的更新频率。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需要从生活中获得一些灵感和一些思考。用什么相机才能有这种画质和色彩？蹲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最近问题里面问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比较好奇，像这样的照片，包括像当时那个杭州的小碎片是用什么相机拍的，用的就是那个富士的 X-S20，然后现在对它的那个 NC 滤镜还有那个 CC 滤镜真的是情有独钟，特别出片，快去用一下。最近问的比较多片大概就是这些了，我们简单的收集了一下。这档视频也是第一次做，可能在剪辑或者是说话上有很多不足，希望大家可以提出你们的宝贵建议，一起做出更好的视频。拜拜。